为什么你总是感到力不从心，身心疲惫？到底是什么在悄悄消耗你生命的能量？一个人要想保持高能量的秘诀，就要做到这4个字。在华夏文明2大旷世神作当中，都同时提到过一个概念，被视为是万经之首的《道德经》中就说致虚极，守静笃，以及被称为是中医圣典的《黄帝内经》中所讲的恬淡虚无。那么这个概念所指向的不仅是健康长生的密码，更是关键的修行次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不仅节奏快，还很不健康，这就导致很多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精神问题，轻则失眠、头疼、心神不宁，重则精神失常、癫狂暴躁。究其原因，都是违背了《黄帝内经》当中健康的生活方式，最终导致了精神涣散，百病丛生。所以我们讲精神，因为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心神安宁，甚至是他的形象气质，都跟精神是脱不开关系的。我们说精力旺盛的反面就是精神不足，那么这个人就非常容易焦虑昏沉，时不时的郁郁寡欢，好像总有什么烦心事一样，精神恍惚。所以在《黄帝内经·灵枢》当中就有提到，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我们要明白，这个人的精神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神，它不仅对身心健康关系重大，还关系到我们的气运。由于现代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导致于过度的耗损了神，导致很多人神不足。那我们要怎么去养这个神，让它不流失呢？这个神又具体是什么东西呢？传统医学认为，神是人体生命活动和精神活动的总称，对身心健康意义重大。内经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可见神的冲耗关系到人的壮老神的得失，关系到人的昌亡。养生者当慎养之。当你感觉动不动就觉得很累，就是你的心神被周遭发生的事物给消耗殆尽了。心起动念都会消耗我们的神，所以要学会守神养神，不要被外界事与物所影响。那这个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神是人体中一项要素，人身有3宝，精、气、神。神在人在，神失人亡。神在人身上的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历代的养生家都很注重神的保养。神是整个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人的精神状态、思维活动，神在人体居于首要地位。唯有神的存在，才能有人的一切生命活动现象。正如古代养生家强调指出，神强必多寿。这里所说的神强，实为脑神健全之意。只有脑神健全，才能主宰生命活动，脏腑协调，肢体运动，五官通利，全身处于阴阳平衡的正常生理状态。神在人的生命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由心所若，心安肾定，则五脏六腑功能协调，
身体健康无病。若心神不宁，则脏腑功能失和，气血紊乱，阴阳相左，则百病又生。神之可得，不可失。只宜安，不宜乱。伤神则神衰，神衰则健忘。失眠、多梦、烦乱，神不守舍，则发为癫狂，甚则昏厥。现代医学也证实，人类疾病有 50% 到 80% 是由于精神过度紧张引起的，如高血压、心动过速、神经衰弱等。现代人生活步调快，互动频繁，各种压力层出不穷，造成了越来越多人神经衰弱、精神躁动，甚至精神分裂等。这是因为人们只注意到身体的健康及锻炼，而忽略了心神的保健。所谓的养神和养生，最重要的一个字其实就是忘。古语说，目忘视则淫，耳忘听则惑，口忘言则乱。什么意思呢？眼睛不要看那些不吉祥的事，耳朵也不要乱听，就不会上火；嘴巴不乱说，就不会惹是非。这和儒家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是一个意思。那个礼指的就是这世间的纷扰，不符合大道的东西。所以《道德经》当中说，塞其兑，闭其门。关上我们的嘴巴，关上门，不要向外去求索。而《易经》当中说，阔囊无欲无咎，也是让我们像管住口袋一样，砸住我们自己的嘴巴。当我们过于的用眼，或者我们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其实就在有损我们的神识。我们有一个词儿叫神不守舍，舍是什么意思？就是房屋的意思。神不守舍，神不在家了，去了外面回不来了。那神的家在哪里呢？在我们的额头这里。道家管它叫上丹田。所以一个长时间睡得不好的人，眉心就会紧锁，这个地方过于用力，色素就会有堆积，悬针纹就会出来。这样的人观其面相就知道他的神不足。而一个人一身神气皆束之于双目，我们关闭双眼就可以守护我们的神识。所以我们经常说闭目养神，原因也就在这里。一个人长时间的用眼过度，永远向外抓取，心不清净的人，眼神就会失去光泽。所以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个人的眼睛，如果他的内心很混乱，情绪波动很大，他的眼睛一定是很浑浊、不清明、不明亮的。所以我一直在引导大家，眼内视，耳内听，神不外显。这样的人才能在道中自然可以养神，养生自然也可以端庄贵气。第二点就是要管好我们的耳朵，不乱听。耳为肾之窍，通于脑，是我们的心神主宰。所以乱听妄听就会损害我们的肾气，心神霍乱，急躁焦虑，耳朵嗡嗡作响等等情况就会发生。因为我们的耳和我们的肾是相连的，耳不好，肾也不会好。
同样肾不好，耳朵也会不舒服。永远竖着耳朵去听外部的纷扰，就会损耗我们的肾气，人就会跟着上火。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说的，不要主动去触碰人间的纷扰，你主动的去听多了，去看多了，你就被这个纷扰吞噬了。你在凝视深渊，深渊也在凝视你。到最后，管好我们的嘴，不乱言。口为皮之窍，是言语出入之地，也是食物进出之地。我们常言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如果我们自己说了不恰当的语言，说了不该说的话，既伤感情，又伤思虑，又伤我们的脾气，还会招惹不该招惹的是非。另外，脾属土，脾为后天之本，所以说想要让我们的脾好，我们所有土气旺盛的东西对它都很好。大家在日常生活的饮食当中一定要有主食的存在，不然没有脾气何以去运化我们的骨气呢？事实情况下，人在很多的欲望没有被满足的之前，健康是很难被排在第一位的。但是当我们已经开始失去健康的身体，我们再想把健康要回来甚难。命运总是喜欢和人开这种既无聊又残忍的玩笑。我思虑了很长时间，所有的救都要自救。那么怎样才能养好神而使人健康呢？闭目养神是养神修心的一种简便易行而又收效明显的方法。闭目养神的解释很简单，把眼睛闭上，集中精神。你要是单单看这个解释的话，好像觉得那也没有什么，但你发现没有，神这个字在咱们的文化里出现的频次非常高，似乎充满着神秘色彩。我随便给你说几个：精气神，心神不宁，心旷神怡，神志不清，聚精会神，六神无主等等。可见神的称号和得失关系到人的壮老和昌亡。我想再也没有比你闭上眼睛更简单更容易的养生方式了吧。闭目养神，你随时可以在工作学习的空闲时间进行，也可以单独找一处安静的地方，排除一切的思想干扰，放松你的思想感情，让你的大脑处于静止状态，无所思念，无所顾虑，安心养神。不要小看这平时闭目的几分钟，它可以让你快速的充电，获得能量。一、闭目静心。在日常诸事纷扰、头痛脑胀之时，找一清静之地，正襟危坐，双目闭合，眼睑下沉，调匀呼吸，一手丹田，良久则头脑清醒，心平气和，心静如水，烦恼渐渐消失，进入静谧祥和状态，机体阴阳气血通达顺畅，心理平衡，情绪愉悦，头脑清晰，浑身轻松。二、闭目将气。凡遇愤愤不平或遭受屈辱，于暴躁难纳之时，要理智地控制感情，离开是非之地，闭目思量，同时用自己的双手食指端轻轻压在眼睑上，微微揉摩，
至眼珠发热发胀，便觉胸膛闷塞顿开。3. 闭目行月，在忧郁悲伤、失望空虚、心烦意乱之时，可以选择退避静摄，闭目独坐，眼珠上视，神聚头顶，微微仰面昂首，放松思想，尽量默意，想象能愉悦身心的以往得意欢愉之事，即会觉得心神平衡，悲伤烦乱之情就会逐渐消失。4. 闭目一迟，当事不如意，若有所失，心中烦闷时，闭目抬头，一想浩渺广阔的天空，你就会精神振作，如释重负，或尽力于高处。闭目俯视人间万景，定会使人心旷意驰，人生犹如沧海一粟，何堪忧虑，奈何患得患失，庸人自扰。至此境界就会精神振作，如释重负。5. 闭目卧思，人有3种思维方式，第一为睁眼思维形式，第二为梦境思维形式，第3即是闭目思维形式。闭目思维是一种临界思维现象，即卧而不寐，闭目意想连篇。在这种思维状态下，大脑排除了外界的物象干扰，又处于充血充氧状态，如此可促使大脑细胞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以提高思维的深度和广度。6. 闭目消食，吃完饭后静坐休息1心灵30分钟的时间，再去睡午觉、散步或是做别的事情，这对人们肝脏的保养，尤其是有肝病的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当人们在吃完饭后，尤其是午饭，因为午饭吃的一般都比较多，身体内的血液都集中到消化道内参与食物消化，而且有数据能够说明，当身体由躺下到站立，流入肝脏的血流量就要减少30%。如果在行走、运动，血液就又会有一部分流向手足，此时流入肝脏的血流量就要减少到50%以上。如果肝脏处在供血量不足的情况之中，它正常的新陈代谢活动就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对肝脏的不同程度的损害。因此患有肝病的朋友建议饭后闭目养神1心灵30分钟。7. 闭目养气，人活一口气，这气就是心气儿，是精神状态，是活到100岁的动力。老年人常感到气不够用，特别是呼吸道感染和哮喘病人，闭目静养以培补元气是十分必要的。8. 闭目赏略，你可以常常闭目听一些自己喜爱的音乐和戏曲，或引吭高歌，或弹奏乐器。优美的旋律可增进大脑活动，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使人产生心旷神怡的感觉，对身心健康十分有益。9. 闭目解乏，劳逸结合对老年人来说特别重要。当体力劳动累了，或读书看报写字作文疲乏了的时候，不妨闭目静养片刻，
这对迅速恢复精力和养生保健都大有益处。10. 闭目释烦。常言道，眼不见，心不烦，这话是很有道理的。意思是说，闭上眼睛不但可以养目，而且可以静心。心静则神安，神安则灾病不生，福气永存。遇到繁杂吵闹的场合，自己不愿看的场面，又不便避开之时，不妨闭目静养，既能洗目清心，闹中取静，消除烦忧，又能偷空养生，何乐而不为？11. 闭目养阳。古人有抱背之乐，老年人适当的闭目静心，晒晒太阳，实为养生一妙法。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克劳瑟发现，如果不是严重高血压症，经常晒太阳就能够降低血压。当人的皮肤受到阳光照射时，便会产生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参与人体的血液循环。科学家对2组患者进行观察，一组服维生素 D， 一组接受光疗法。一段时间后，服维生素 D 片的患者血压没有出现变化，而接受光照的患者血压有明显的降低。12. 闭目动形。老年朋友们不妨试试，找一处清静之地，双目微闭，全身放松，以尽可能慢的动作打一套太极拳，充分体会缓慢柔韧、圆活连贯的要领，定会有意想不到收获。13. 闭目强记。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日渐衰退，常常会遇到要记起某个人，回忆某件事，一时半会儿就是想不起来，抓耳挠腮，甚是痛苦。其实此时不妨闭目静养几分钟，待全身放松，心平气和，或许会灵机一现，豁然开朗。14. 闭目静息。老年人瞌睡少，睡眠欠佳是常有的事。遇到一时睡不着，或半夜醒来再也难以入睡时，千万不要心烦意乱，不妨闭目养神，以静其心，或许不久就能安然入眠。即使不能入睡，静息也能达到养生的效果。15. 闭目神游。静坐闭目，给想象插上翅膀，飞向野外，观灵山秀水，望天高云淡，攀泰山华山，听飞瀑松声，游长江大海。此时心怡神驰，心灵与天籁之声窃窃私语，人天合一，会有一种身轻如燕的感觉。人到老年，不能日行百里，却能神行万里，这种精神畅游非常有利于身心健康。目为人之灵窍，心灵的窗户，传神的灵机。人体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闭目可以养生。闭目养神对于中老年人以及终日劳心用脑或长期专一使用目力者是大有裨益的。闭目养神时，要排除杂念，精力集中，无思无虑，达到入静的境地。
才称得上专一保养。有暇之时，闭目养神，持之以恒，定会获益。这就是世尊留给后人的慧眼形象，即净眼如明镜，眼色如甘青。佛祖的那双似闭非闭的智慧眼睛，令一切众生见之而乐。他仿佛在时刻教导众生眼神形态与禅的关系，形象化地告诫众生眼明不如心明的禅意和佛境。在此，佛祖以一种看似闭目养神的形象，为我们开示了闭目渐渐进入禅境的方法。眼睛的生理机能是视觉，但是视觉绝非肉眼的全部生理机能。除了视觉功能以外，眼睛还有别的功用，如流泪、湿润眼球上下眼皮接触、表达感情、闭目沉思等。生活中人们习惯于睁开眼睛做事情看东西，眼睛成了外源外境信息的主要输入器官，久而久之就忽略了眼睛别的特殊作用，往往除了睡觉时闭上眼睛，其他时间都让它处于睁开应激状态。实际上，眼睛工作时可以带来视觉，在它闭上的时候却另有妙用。闭目能带领我们走进一片清净空寂的世界，闭上眼睛，收拢心绪，暂离外境，脱离纷扰，渐入禅境，此乃佛家闭目的妙用。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你的每一次点赞转发，都是修行福田中的一粒芥子。回复一句神在人不衰，愿你身心安泰，不为外界纷扰所动，始终保持平和与安然。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